今天讲一部让无数网友烧穿脑洞的悬疑电影，它改编自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同名小说。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条公路上，一辆玫瑰色马自达正在急速飞驰。女主贝奇突然感觉想吐，哥哥卡尔立刻将车停了下来。因为男友没有担当，不负责任，贝奇想将即将出生的孩子送给别人。他们此行就是要前往城市圣迭戈，那里有一对夫妇在等着他们。正在这时，旁边的草丛内传来几声求救。贝奇母性的光辉瞬间绽放，她请求哥哥应该下车去看看。卡尔叹了口气，答应了妹妹，然后把车子停在了另一边的教堂。贝奇只顾搜寻声音来源，浑然不知自己的书掉在了地上。草丛内的男孩自称名叫托宾，已经困在里面很多天了。就在这时，又传来女人的声音，沙哑的呼喊中似乎是男孩的妈妈。顾不上想太多，卡尔直接冲进了草丛里，望着深不可测的前方，贝奇鬼使神差的也跟了进去。他拿出白色的手机给警方打去电话，刚说完有个男孩迷失草丛需要救援，下一秒就出现了信号中断。等到贝奇回过神来，前面的哥哥已经不见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卡尔正费力地和托宾交流着，他让男孩原地保持不动，自己会主动过去找他。贝奇打断了哥哥和托宾的对话，大声说这里似乎有些不对劲，建议回到公路上等待救援。此时的卡尔怎么也找不到男孩，当即同意了这个提议，然后朝着妹妹的方向走去。可他很快发现声音刚才还在前方，再次说话时却出现在了后方。Becky， 贝奇说数到3，然后同时跳起来，这样就能看到彼此的距离。卡尔担心这样会伤到肚子，但妹妹则说没问题。景越发变得诡异，贝奇当机立断说要跳起来看看。当他数到3后，两人同时原地跳了起来，看得出两人只有几米的距离。贝奇表示再跳一次确认一下。目测距离竟然相隔了几十米，毛骨悚然的一幕任谁都要吓出冷汗。卡尔更是惊讶的满嘴薄脆，顾不上思考太多，卡尔惊慌地朝着妹妹跑去。可越是急躁越是容易出错，没跑多久就被绊倒在稀泥地。卡尔喘着粗气看向前方，一条腐烂至极的死狗出现眼前，这一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，差点就要原地去见了上帝。贝奇询问哥哥出了什么事，卡尔没有讲出实情，而是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他意识到眼下的鬼怪绝非简单，再不离开可能会有大麻烦。贝奇提醒哥哥要保持冷静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夜幕渐渐垂了下来，此时的两兄妹依旧没有任何进展，取而代之的是身心疲惫。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。贝奇戒备地向后退缩，男人自称名叫罗斯，是男孩托宾的爸爸，表示他们一家3口被困在了这里，然后说这里的路不能直线前进，并让贝奇不要担心，他已经找到了如何走出去的方法。卡尔察觉出妹妹的异常，贝奇赶紧回应他没事，然后跟着男人继续赶路。时间一晃来到深夜，卡尔和妹妹失去了联系，他痛苦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孩出现在身后，他浑身脏兮兮地告诉卡尔，只有死物才容易被找到，因为草丛不会移动死物。卡尔被这些话搞得一头雾水，他猜出眼前的男孩就是托宾，然后质问他为何要把他们引进来。男孩否认了卡尔的问话，说他们一家3口也是听到求救才闯了进来，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受害者。就在卡尔诧异的同时，男孩继续说你妹妹贝奇就快死了。卡尔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她是我的妹妹？男孩说是一个石头告诉他的，而且那块石头还知晓这里的所有一切。说完就要带着他要去见识一下。行进一段距离后，两人来到了一片空草地，而中央赫然放着一块神秘巨石。托宾说只要触摸就能知道贝奇的位置。卡尔半信半疑，缓缓靠近。黑幕下的巨石充满诡秘，上面还刻着奇怪的符号。就当他要伸手触碰时，周围的草丛突然响动，阵阵窃窃私语猛然袭来。第二天，阳光普照的堪萨斯州公路上，贝奇的男友查维斯正在前往圣迭戈。他已经想通，孩子是自己的骨肉，怎么可以随便拱手让人呢？刚刚看到左侧草丛中的废弃商场，转眼就看到右侧出现一个教堂，这里停着很多车辆，其中就有卡尔的那辆马自达。查维斯意识到不对劲，当即将车子开到了教堂。经过他的仔细检查，车里的食物已经严重发霉，车牌上还覆盖着厚厚的尘土，可以确定这就是卡尔的车子。可是他们又去了哪里呢？呼喊几声没有回应，查维斯想到了身后的教堂，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堂内部，里面阴森的气氛让人有些窒息。正前方出现一道门，查维斯直接走过去想要打开，可结果却发现门被锁了。片刻之后，查维斯走出了教堂，正当一筹莫展之际，地上的一本书引起他的注意。翻开后，上面写着贝奇的名字。从周围的环境判断，卡尔和贝奇极有可能走进了草丛。带着心底的疑问，查维斯只身走了进去，里面错综复杂的小路让人迷惑。所幸他有点脑子，没走几步就做了一个记号。可任谁都不会想到，下一秒的草丛节又恢复了原样。刚刚看见头顶还有太阳，在抬头时却不见了踪影。转动身体检查天空，太阳竟然出现在了身后。查维斯无语了。当天晚上，查维斯找了一个地方歇脚，
看着女友的照片，他懊悔起当初的不负责任。正在这时，草丛里传来一阵响动，查看之下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可当他转身，一个自称叫托宾的男孩不知何时出现。他不仅认识查维斯，还知道他在寻找女友贝奇。查维斯听得一脸迷惑，可他不想知道具体原因，只想尽快见到女友。托宾也不废话，随即带着他去寻找贝奇。几分钟后，查维斯见到了女友，可他俨然成了一具骸骨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可事实的确如此。托宾说，之所以能找到贝奇，是因为草丛不会移动死的物体。查维斯想询问原因，可托宾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第3天，查维斯缓缓醒来，看一眼躺在旁边的贝奇，他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梦，拿走女友骸骨身上的项链，他要赶紧回到公路上。和昨天的情况一样，查维斯根本就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恰在这时，有个男孩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托宾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惊恐地回头告诉妈妈。妈妈走过来想确认一下，可草丛里却没了声音。此时的罗斯正在打着电话，这时他家的狗子向草丛冲去。等到罗斯回头，儿子托宾已经跑进了草丛。没有办法，夫妻2人只好紧随其后跟了进去。查维斯听不到托宾的回应，只好大声警告千万不要踏进草丛。可他显然晚了一步。罗斯和老婆焦急地呼喊儿子，然后不出意外地走散了。时间再次来到晚上，罗斯始终没有找到家人。就在这时，草丛中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，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罗斯，慢慢地走向了它。第4天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红色的马自达路过这里，他们听到了草丛内的求救，和之前的场景一模一样。卡尔将车子停在教堂旁边，然后和妹妹走进了草丛。这时的查维斯变得有些精神恍惚，突然一个声音让他浑身一震，仔细听，不正是女友贝奇吗？贝奇瞬间懵了，男友不可能赶在他们前面。卡尔听后更是满脸疑惑，询问他为何出现在这里。查维斯说，我是来找你们的。贝奇表示这根本说不通。就在3个人隔空交流时，托宾的声音也响了起来，他说自己的狗子死了。查维斯让男孩不要动，并让贝奇和卡尔循着托宾的方向汇合。通过托宾不断发出声音，3个人陆续聚到了一起。贝奇看到男友没有太多好感，而查维斯则诧异女友竟然又活了。等到大家全部来到之后，所有人望着死去的狗陷入了沉思。卡尔直言此地不宜久留，查维斯接话说根本就走不出去。贝奇询问男友是如何来的这里，查维斯说自己知道错了，想联系女友却怎么也打不通，然后打听到卡尔带他去了圣迭戈，可那边的人说根本没见到他们。卡尔说自己刚出发2天，怎么可能到达？查维斯却说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月。卡尔听后觉得这简直荒唐至极，现在不要讨论发生的事情是否合理，眼下如何逃出去才是首要问题。随后查维斯让托宾骑在脖子上观察，并很快找到了教堂的方向。既然有了行动目标，于是4个人在托宾的指挥下缓缓前进。行进一段距离后，贝奇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卡尔拿到手中接听，里面传来了和贝奇一模一样的声音。他警告别让卡尔伤害查维斯，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循环。没有人能理解这些话语，眼下要紧的还是先回到公路。然而等到众人走后，在深不可测的草丛中，正有一只眼睛注视着他们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贝奇半路发生状况，精神恍惚的过程中，他看见了模糊的人形怪物以及神秘巨石上的奇怪符号。就当大家努力唤醒贝奇时，罗斯竟意外地出现在视野。他不顾众人惊讶的目光，俯身开始给贝奇做人工复苏。一番努力下，贝奇终于醒了过来。经过他的解释，大家这才知道了罗斯的身份，再次让托宾骑上肩膀，他却找不到了教堂的影子。罗斯引领众人来到了巨石跟前，卡尔询问这就是离开的方法吗？男人答非所问，而是谈论起巨石的由来。他说这是一个古老的石头，只要把手放上去，就能获得他赐予的力量。在罗斯的蛊惑诱导下，卡尔将手慢慢伸向了巨石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女人跑了过来，并及时阻止了他。原来这个人是托宾的妈妈。罗斯热情地想上前拥抱，却被女人当场呵斥。她让大家千万不要相信，因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眼前的人可能是一个魔鬼化身。此时的贝奇感到肚子有些疼痛。等他再次抬头，罗斯突然变得无比狰狞，似乎是恶魔一般正盯着自己。回过神的贝奇让大家赶紧离开，眼前的场景再也明显不过，这个男人就是一个疯子，管你什么狗屁救赎。查维斯决定出面拖住他，男人扭过来的脸陡然变色。For what？ 眨眼的功夫，整个草场瞬间定格静止，所有东西像是死了一般变得寂静无声。诡异的一幕让查维斯浑身发毛，心有胆战却只能嘴硬回击。罗斯不屑他的威胁，对着石头喃喃自语起来。查维斯见状发动突袭，可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实力，只是分秒的功夫，他就被男人压在了身下。女人想趁机逃跑，却被罗斯一把抓住并按倒在地。在大家无比惊恐的目光中，罗斯竟硬生生捏碎了女人的脑袋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查维斯站起来让大家赶紧跑。
所有人奔跑得格外吃力。这时，托宾的狗子出现在视野，冥冥之中似乎有种指引，大家跟着狗子一路前行，很快来到了草丛内的唯一建筑。进到废弃商场后，两个男人用一些设备堵住了房门，这里看起来破败不堪，但也让大家终于缓了口气。这时的卡尔责怪起查维斯，全是因为他才有了这样的遭遇。查维斯回击说，如果不是你看不起人，自己也不会选择不负责任。两个人各执一词，并很快扭打在一起。Stop it! Stop it! 一阵剧烈的砸门声响，瞬间让两个男人明白，那个可怕的罗斯竟然追了过来，打开顶楼的天窗，大家仓皇爬上了屋顶，然后用钢筋别住了门栓。两个男人来到一处观察，发现前方几十米就是公路，真是无比的讽刺。明明是距离很近，却怎么也抵达不了。就在这时，托宾的狗子再次出现，诡异的一幕已经让人见怪不怪。查维斯爬上顶楼的最高处，试图把视线看得更远。果不其然，狗子竟然出现在公路上，而且还跑向了教堂。正当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查维斯脚下一滑掉了下去。所幸卡尔抓住了他。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脑海里却出现个声音让他放手。下一秒，查维斯就掉了下去。卡尔心有余悸地回头，却看到托宾就站在身后，尚未来得及解释，罗斯从一旁的墙壁爬了上来，打开封闭的天窗。卡尔带上妹妹急忙逃跑，托宾跑得很快，分秒间就消失在了黑夜里。贝奇见男友没有跟来，大声地呼喊他快点。卡尔安慰妹妹逃跑要紧，几句话就暴露了自己杀人的事实。不顾哥哥的感受，贝奇生气地冲进了草丛。就在这时，罗斯也追了上来，他抓着卡尔直击对方的心里。卡尔听得哆哆嗦嗦，浑身颤抖，然后猛然抽身逃跑。两人一前一后展开追捕，后面的罗斯突然转弯，下一秒就将他扑倒在地。他告诉卡尔这里的路不是直线，然后狠狠地掐死了对方。在两人旁边的不远处，躺着无数个被掐死的卡尔。很显然，他的命运是一个无尽的循环。与此同时，摔在杂物上的查维斯侥幸活了下来，他跌跌撞撞冲进草丛，并得知女友就在附近。贝奇听到男友的呼喊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查维斯向女友忏悔自己的过错，贝奇也表示原谅了他。就在两人憧憬未来时，罗斯找到了贝奇，任凭查维斯怎么呼喊，另一边的女友却没有了反抗之力。危急时刻，一把小剪刀出现旁边，贝奇情急之下用它刺中了罗斯，趁着对方吃痛的功夫，他慌忙逃了出去。此时的天空电闪雷鸣，贝奇艰难地在草丛里穿行前进。滂沱的大雨中，一群诡异的怪物出现身边，他们将贝奇高高举起，然后拖着他前往巨石的方向。等到贝奇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在巨石旁边，此时的他似乎被开了天眼。他拿出手机拨打了自己的电话，然后告诉自己别让卡尔伤害查维斯，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循环。一阵剧痛传来，贝奇感觉到了分娩时刻。这时石头上也显现出诡异图案，形象的意思是贝奇产下一个孩子，然后众人举着欢呼庆祝。令人惊悚的是，孩子显然是要被杀死的。随着疼痛的加剧，巨石旁边塌陷出一个深坑，贝奇惊恐地望向里面，只见下方藏着无数个张牙舞爪的尸体。贝奇挣扎着想逃离，可他最终迷失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。没过多久，查维斯来到巨石面前，并发现了躺在这里的女友，肚子里的孩子不见了。他痛苦地俯身哭泣，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托宾突然出现，告诉查维斯，他的爸爸不仅杀了卡尔，还杀了贝奇的孩子。查维斯走过来抱住托宾，并轻声安慰他不要害怕。托宾说爸爸就在附近盯着他们。查维斯听后站起来呼喊罗斯，说有种就出来单挑练一练。虽然罗斯瞎了一只眼睛，但战斗力还是非常强悍。查维斯不多时就被干翻在地。紧接着，罗斯抱起托宾，想让他去触碰石头。就当男孩的手要触摸时，贝奇突然发起突袭，并砸瞎了他的另一只眼。罗斯抓狂地挥舞手臂，可他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时的贝奇燃灯苦尽，倒在地上，再也没了呼吸。残喘的查维斯爬起身子，抓着罗斯就是一顿暴击。他将男人压在身下击打，然后用草丛狠狠勒死了罗斯。等到恶魔躺平之后，查维斯抱着女友痛哭起来。只见他缓缓走向巨石，不顾托宾的劝阻，他将手放在了石头上面。一瞬间，查维斯的心脏被草缠绕，巨石瞬间变成了他的心脏。紧接着，整个草丛的脉络在脑海里清晰可见。托宾惊恐地望着眼前，料想查维斯肯定像爸爸一样发疯。可查维斯不但没有伤害托宾，还拖着他急速跑了出去。快到公路的时候，查维斯说自己出不去了，然后将女友的项链交给了托宾，并告诉他一定要阻止贝奇进来，这样就能结束循环。紧接着，托宾被扔了出去，下一秒出现在一间房子里。托宾走向房门，拉开门栓，这里俨然是一个教堂，而这个门就是当初查维斯打不开的那扇。小心翼翼向外走去，周围似乎存在着看不见的恐惧。推开房门，外面的贝奇和卡尔正在路边。托宾毫不犹豫跑了过去，
在贝奇下车的瞬间拦住了他，因为草丛中不断传来求救，卡尔还是决定要进去看一看。托宾根本解释不清，眼看卡尔就要钻进草丛，他赶紧拿出了项链，并表示这是查维斯给的。一模一样的定情信物摆在手里，贝奇顿感事情不妙。Cal, wait! Get back here right now. He said he got this from Travis. Travis? 听到草丛中还在求救的男孩，贝奇忽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让哥哥赶紧开车离开。待到几人坐定以后，贝奇决定不再前往圣迭戈，而是回去寻找查维斯。汽车掉头返回的同时，在不远处的草丛内正静静地站着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正是留下的查维斯。紧接着他倒了下去，因为身体受到重创，他慢慢地变成了一具死尸，然后和草丛融为了一体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本片借助时空的无限重复，让两个家庭成员不断做出选择，最终以查维斯的选择而终结了循环，也代表他完成了自我救赎。可以理解是查维斯开的头，如果他不抛弃女友，10年后就会成为罗斯。罗斯因为奉子成婚，不得已成了平庸。当年的不甘心让他在开天眼后变得疯狂。查维斯最终杀死了罗斯，代表他选择了贝奇，也说明他说服了自己的内心。以下表格是每个人物出现的次数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再研究。